对，是先斩后奏，对，就是先斩后奏嘛，就先斩了再说。其实感觉像这种事情，他们不，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己去面试，其实我也是如此，就是去面试。不行，我们当时签合同是要去上海签，所以在我去上海之前，我先是跟妈妈说的还是跟老板说的？我好像是跟老板说的，对，我跟老板说了之后，好像才跟妈妈说的，因为那一天是那天我还在上班，我就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就震惊了，对，我还在公司上班。笑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，那个场景是我们那个办公室很小，就几个人一起工作，然后我就正好是坐在我的办公桌上，然后老板正好来了，但是我当时想，我其实当时上班的心情已经是很激动了，我要找个机会跟老板说一下，然后老板就一直在公司嘛，然后我就该怎么跟他说呢？这种事情，对，我没有说要辞职这件事情，我提都没提，压根儿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当时就第一个跟老板说了，因为我刚刚是收到了消息，我心情很开心嘛，对，我就是已经按耐不住了，但是我还是就是找老板说了，就是隔了很久，忍不住我就跟他说，老板，我说我要去上海了，然后他就震惊了，我说我最近就是前几天我去参加了一个面试，就是那种唱歌的，就很好笑。对，可能跟老板说 idol 他还不太懂，或者是他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说哪有这么容易啊？我就说我就是去参加一个唱歌的，然后我就被选上了，海选就选上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去，接下来还要去上海，中试嘛，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跟老板说了这件事情。其实老板第一件事情是真的吗？老板就是说，因为老板其实很了解我，从小就是有这个梦想，因为我妈你知道他们是老交友了，所以常常会聊起我小时候，说我很喜欢唱歌，也知道我很爱唱歌，从小就爱唱。对，然后当时他没有说什么，他就说，他说这是你从小的梦想哎，他说那你就去呗。他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当时你知道，我跟老板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对呀，因为老板是妈妈的好朋友嘛，然后他也知道我从小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了我小时候了，就他真的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他说是个女生，对，因为他是从小真的是看着我长大，所以什么的，一直到现在，终于实现他当时那句话就是说，终于实现了你的梦想了，他说很好，挺好的，对，所以对，是个阿姨，她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，我还去参加她女儿的婚礼来的，还是做了她女儿的就是伴娘。对啊，当时就哇哦，就突然，唉，真好，也没有说要辞职，因为不用说了，肯定要走的。老板懂的，然后回去就跟妈妈说，对，